现在看到的这个花是被换过盆3天以后的样子，花是从外面买回来的，到家之后马上就换盆了。所以这期是要讲新买回家的花如何换盆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先说第一点，带着花买回家的花，到家之后不建议马上换盆，等到花谢之后换盆更安全。不建议马上换盆的原因就是换盆有造成花或者是花苞提前掉落的风险。有一些到家的时候没有带着花，可以很快换盆，也最好放置1到2个星期吧，之后再换盆，让它先适应一下家里的环境，再换盆是更安全的做法。那我这棵带着花为什么要马上换盆呢？原因就是这棵气色不佳，根部我判断是有点问题，所以我选择尽快换盆，及早处理。之所以要及早处理，一个原因是保住植株比保住眼前的这个花更重要，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不及时处理，根部的问题严重之后也会影响到上面的花。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我现在正值春季，温度非常适合换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这颗盆里是水苔，水苔的应用还是挺普遍的，所以从外面买蝴蝶兰回家拆水苔修根就是要做的事情了。这种透明的软盆很薄，用剪子剪开就可以。这颗的水苔是湿的，湿水苔比较好拆开。如果您打算拆的水苔是干的，建议泡湿之后再拆。拆水苔可以直接上手，也可以找根棍儿帮忙抠一抠。虽然说直接上手，但最好还是戴个手套，因为我们的手可能对兰花的根来说也不是那么友好，因为我们手上可能有出的汗呀、擦手油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许对兰花不好吧。水苔拆完之后，根可以拿去洗一洗，这样比较容易拆得干净。我这颗倒还好，没冲都已经很干净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修剪掉不好的根。不好的根通常就是那些已经干掉空了的瘪瘪的捏上去软软的根。判断黑色的根是不是好，用手捏一下，如果手感是硬硬挺挺的，那说明这个根还有工作能力，捏上去软软的自然就是不行了。这儿有一个问题，如果一条根有一节好，有一节不好，像这种情况下，这个根算好根还是坏根，需要剪掉还是留着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根儿的工作原理上来说。今天就不展开说根儿的原理，只说结论。如果一条根儿有一节好的，一节坏的，好的那部分还有工作能力。我们看到的胖嘟嘟的这个根儿其实是根背，字面的意思就是根的背子，所以坏掉的是根背，也所以余下的好根背和里面的根儿都还可以工作。那种一节一节的根儿要不要剪，就要看具体情况了。比如这一条根就是这样，要不要剪掉需要看其他的根。如果剪掉之后还有足够多的好根来工作，那么这一条自然可以剪掉。反之，在好根不多的情况下，这种根那就留着呗，在更多的新根长出之前还指着它们工作呢。这颗根部靠近花茎那个位置还有一点黑，病变应该主要就在那儿，好在不严重，喷了一点杀菌药估计能解决。我目前用的是这种杀菌药，您用其他的也可以。喷完药放在这儿晾了一会儿，之后又用 Plant Starter 泡了泡根。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说，它的作用是帮助根尽快适应新环境，一般是在换盆的时候用，要不然我就叫它换盆剂或者扶盆剂。在换盆剂里大概泡了1个多小时。现在开始换盆，用的是树皮混料。水苔拆开之后，您是像我这样换成树皮混料，还是水培、桃粒等等，这个随意。不管是哪种质料，
在根入盆的时候有一个之前的气根要不要进盆的问题。答案是都可以，主要看您的环境情况以及后续的养护情况。一般来说，飞在盆外的气根如果长时间过于干燥，得不到足够的水分，会干坏掉。所以蝴蝶兰所处的环境如果空气湿度还不错，或者特别有时间经常给外面的根喷点水，再或者觉得气根干掉就干掉无所谓，那可以选择把气根留在外面不去管它。否则如果环境偏干，又没有时间喷水，也不想让气根干掉，那就把气根收到盆里。这个收到盆里一般是在换盆的时候收，因为不换盆的话有点不是很方便。不过气根收到盆里也存在一个烂根的风险，所以如果对盆栽蝴蝶兰不烂根还不是很有把握，那么留一点根在外面作为气根，也算是留个火种吧。万一里面的根烂掉了，至少还有外面的根是完好的。如果想保证外面的根是完好的，记着时常给外面的根补点水。即便是空气湿度比较大的环境，也要给它补一点液体水。看这个蝴蝶兰苗的这2个气根干掉了，这是我前不久买的蝴蝶兰苗，你看它盆里面都可以长青苔，说明它的环境湿度还是挺大的，即便这样它的根也还是会干掉。而我说的是气根会干掉，盆里面的根都非常的完好。好，接着回来看这棵盆换好了，植料非常疏松，盆的侧面我还扎了一些孔，用来增加透气性。这些孔我扎的都非常小，我发现扎大了以后根容易从里面出来。我这些孔是用电烙铁烫上的。还记得在视频的开头我有说过，带着花买回来最好不要马上换盆，这样更安全一些。但是这棵我确实是马上就换盆了。马上换盆的原因是我判断这棵之前那个盆里有点问题，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马上处理呢可以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问题来了，有的时候不适合换盆怎么办呢？在不换盆的情况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处理盆内的问题？答案是有的，具体的操作分2步。以这棵为例，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不换盆，第一步要做的是用水，大量的水去冲洗根部。不用管这会儿水还是湿的还是干的，湿的干的都马上用水冲洗。这步的目的就是冲洗掉根部不好的物质。有一些很轻微的问题，这么冲就解决了。稍微严重一点呢，只是这么冲还不行，还需要用药物去泡根部，这是第2步。我比较喜欢用的是高锰酸钾溶液。高锰酸钾溶液可以带植料一起泡，当然如果拆开换盆觉得根不太好，裸根泡也可以。这是换过盆第4天的样子，看起来这次带着花换盆没有给它造成不良的影响。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现在季节特别合适，如果是在冬季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因为冬季我室内的温度有点偏低，当然同时也说明了我这一系列操作也还可以。这棵蝴蝶兰的换盆过程我做了2个视频，一个当然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给静姐说花做的。这2个视频不完全重复，可以互为补充。因为我在做这2个视频的时候，脑子里分别想到的您情况不太一样。静说蝴蝶兰是我新开设的频道，我脑子里想到的您可能也是新开始养蝴蝶兰，而静姐说花那个频道已经有些年头了，所以我在想您是不是也养了很久的花。我现在感觉分成这么2个频道还挺好的，我在想会不会有一天讲着讲着这2个频道就追平了，很有可能，毕竟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也不是很漫长。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到这儿了，我们又熟悉了一些。谢谢收看，下期再见。